年轻的苏珊和丈夫道哥都是美国波士顿一家大型医院的外科医生。最近，苏珊遇到了一桩离奇的事情。她的好友娜娜最近在她任职的医院里做了一次普通的流产手术，手术过程原本十分顺利，谁知在手术结束之后，处于全麻状态的娜娜莫名陷入了重度昏迷状态，成了一个植物人。主刀的医生在重新对娜娜的身体进行详细检查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状况，并且在手术之前，娜娜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也没什么值得注意的病史。医院的多名资深医生对此情况进行会诊后，得出了一个不太确定的结论，那就是娜娜可能是对麻醉剂产生了严重过敏，才陷入了昏迷状态。这应该算是一起极小概率的医疗事故。可是作为娜娜的好友，苏珊却总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由于没有参与娜娜的手术，她对整个手术的过程并不清楚。为了搞清楚好友的流产手术有无蹊跷之处，苏珊仔细翻看了娜娜的病历，结果从中找到了一张奇怪的化验单据。在手术开始之前，医院对娜娜的身体组织进行了全面检测，而据苏珊所知，普通的流产手术根本不需要对患者进行此类检测。更为可疑的是，这张化验单上既无编号，也没有检测医生的姓名。苏珊随即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丈夫道哥，但道哥却觉得苏珊是想多了，没有编号和签字的化验单可能只是医院的忙中出错。这家医院规模庞大，每天接待的病患就有好几百人，搞错几张检验单据并不足为奇。然而道哥的这番话并没有打消苏珊的疑虑，凭借着女人的直觉，他认为娜娜的手术必然存在猫腻。苏珊随后拿着娜娜的化验单据，独自来到医院的检测中心，向这里的值班医生询问这张单据的由来。值班医生检查完单据后告诉苏珊，这张单据是由电脑自动打印出来，所以上面才没有编号和签名。原来这家医院有一项特殊的安全举措，医院里的电脑主机定期会随机抽取部分患者的检测报告，医院则将被抽取到的患者的血液、尿液之类的样本送往外面合作的实验室进行2次复核，以免本医院的医生因水平或工作态度等问题，导致对患者身体检测结果出现误判。尽管值班医生的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不过苏珊并未因此放弃调查。离开检测中心后，她又带着化验单据来到了医院的电脑室，向负责操控电脑主机的男同事卷毛求证相关情况。卷毛很快证实了检测中心值班医生的说法。仍然不死心的苏珊请求卷毛帮忙检索医院数据库的资料，看看最近1年有没有其他病患像娜娜一样在全麻手术之后陷入重度昏迷的情况。卷毛虽然有些为难，但终究经不住苏珊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帮忙检索了医院数据库里最近1年的全部病例。结果有了重大发现，早在娜娜之前，医院光今年1年就陆续有过10名病患在全麻手术之后陷入了昏迷状态，并且这些人昏迷的原因都被医院专家组归结为对麻醉剂过敏引发的意外。这反而让苏珊更加认定娜娜陷入昏迷绝不可能是一起小概率的麻醉剂过敏事件。可是当苏珊再次将自己的发现和猜测告诉丈夫道哥，并试图说服对方跟自己一起调查此次事件时，道哥不仅没有同意，而且与其大吵了一架。原来道哥近期正在竞选医院外科科室副主任的职位。苏珊私自调阅医院的资料，除了本人可能遭受开除的处分之外，还有可能连累到道哥的升迁。为了制止妻子继续调查，道哥随后搬出一堆专业数据。据说病患在全麻手术中出现问题的几率高达10万分之6，而这家大型医院每年接待的病患都远超10万人。所以在道哥看来，医院里1年出现10几名患者在全麻手术后陷入昏迷的情况，其实并没有超出合理的数据范围。至于苏珊总感觉娜娜的昏迷事出有因，恐怕仅仅是因为她和娜娜关系要好的缘故，再加上娜娜能来这家医院做流产手术，正是出于苏珊的推荐。如今手术出了问题，苏珊因此感到内疚，这才对此事纠缠不休，非要查出点问题不可。道哥的这番话果然戳中了苏珊的心事，她对娜娜的事如此上心，的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出于愧疚。再想到自己的调查可能会影响到丈夫的前途，苏珊纠结良久，最终决定暂时放弃追究此事。哪知2天过后，医院内又有1名病患在全麻手术中陷入了重度昏迷的状态。事发当天，苏珊原本要主刀一台普通的痔疮手术，接受手术的患者名叫胡安，是一名35岁留着胡子的壮年男子。
除了痔疮之外，胡安的身体没有任何其他毛病。在苏珊做手术之前的准备工作期间，外科科室的主任老白忽然将他叫到办公室。原来苏珊此前违规调阅医院资料一事已被院长知晓，院长本想杀鸡儆猴，直接将苏珊开除了事。好在老白从中斡旋，院长才决定网开一面，只让老白对苏珊进行口头批评，并警告其不要再私查资料。老白在传达完院长的处理意见后，担心此事会影响到苏珊的情绪，便将她最近的主刀手术全都移交给了其他同事。苏珊也因此错过了胡安的手术。没想到胡安在做完手术后旋即陷入昏迷状态，医院专家组再次将之认定为麻醉剂过敏引发的意外事故。苏珊心中的猜疑再度被唤起，思来想去，她决定继续查明此事的真相。既然医院专家组认定每名昏迷者都是因麻醉过敏引发，那么会不会是麻醉师操作失误导致的呢？想到这里，苏珊来到医院的病例中心，想要查看最近1年所有昏迷者的病例情况，以确认他们在被注射麻醉剂时是否有异常反应。没想到病例中心的值班医生告诉苏珊，包括娜娜和胡安在内的12名昏迷患者的病例已被麻醉科室的主任乔医生全部取走。苏珊立时对这个乔医生起了疑心，于是匆忙赶到麻醉科室，直接向乔医生索要昏迷患者的病历。乔医生觉察到了苏珊充满猜疑的眼神，他强忍怒火，向苏珊解释称，自己也是担心麻醉师操作失误，导致了这12名患者的昏迷，所以才将病历拿来排查情况。但经过麻醉科几十名专业麻醉师的反复核查，确认这些患者在被注射麻醉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苏珊显然不相信乔医生的这套说辞，坚持表示想要亲眼看看这些患者的病历。本就十分恼火的乔医生见苏珊怀疑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行医操守，当即将她轰出麻醉科室，并拒绝交出患者的病历。无奈之下，苏珊只得另寻他法。离开麻醉室后，她专程来到病房，想要看一眼好友娜娜目前的状况，结果发现娜娜的病床上空无一人。值班护士随后告诉了苏珊一个噩耗，娜娜在今天上午突发心脏骤停，没有被抢救过来。医院在征得娜娜丈夫的同意后，已将她的尸体送到医院病理科进行解剖，以查明其昏迷的原因。苏珊听闻此言，急忙奔向病理科。等她赶到时，娜娜的尸检已经结束，负责解剖的医生依然没能从中发现任何问题。心有不甘的苏珊追问解剖医生，是否存在能够致人昏迷却又不留丝毫痕迹的手段。解剖医生沉思良久，然后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在全麻手术中，患者的自主呼吸会明显减弱，需要通过外部设备供氧才能避免身体器官缺氧衰竭。如果有人在手术过程中将患者吸入的氧气替换成有毒的一氧化碳，就有可能导致患者陷入深度昏迷的状态，且专业医生很难发现个中缘由。不过解剖医生认为，目前发生的这12起昏迷事件更像是患者对麻醉剂过敏所致。理由很简单，这12名患者都是因不同病情进行的手术，给他们做手术的主刀医生以及麻醉师、护士等医护人员各不相同。若是想在手术过程中使用一氧化碳行凶，操作难度极大，几乎不可能实现。听完解剖医生的分析，苏珊依旧没有打消疑虑。她紧接着来到胡安的病房，想看看对方的状况。不料值班的护士声称，胡安因孤身一人，无力支付高昂的手术费用，因而医院在商量之后，将他转移到了专门接受植物人的慈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护理。苏珊得此消息，只能先回去工作再说。这时，外科科室主任老白又将他叫到办公室，说是麻醉科的主任乔医生刚才跑来投诉他。老白在权衡之后，决定让苏珊停职休息几天。苏珊虽然感到委屈，却也只能服从安排。当晚回到家后，她将今天发生的事悉数告诉了丈夫道哥。除此之外，苏珊还留意到娜娜和胡安都是在8号手术室做的手术，她怀疑是有人在8号手术室的供氧设备上做了手脚，才导致娜娜和胡安相继在手术之后陷入昏迷。道哥仍不肯相信妻子的推测，但为了让妻子不要再惹是生非，道哥趁着当夜休息时间，悄悄带着苏珊来到8号手术室。苏珊仔细检查了手术室里的供氧设备，确实并无异常。道哥告诉苏珊，娜娜出事当天，他就查看过8号手术室的手术记录。除了娜娜之外，这间手术室在同一天还进行过其他5台手术，4台在娜娜的流产手术之前，1台在其之后。而胡安进行痔疮手术的当天，8号手术室也进行过其他6台手术。
2台在胡安的手术之前，4台在他之后。假如8号手术室的供氧设备真有问题，不可能其他手术患者安然无事，只有娜娜和胡安陷入了昏迷状态。听完丈夫道哥的这番话，苏珊才稍微放宽了心。由于担心妻子停职在家胡思乱想，道哥决定请几天假，陪着苏珊旅游散散心。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夫妇俩找了一座海滨城市转了转，美丽的风景和丈夫的陪伴，让苏珊渐渐打消了心头的疑虑。说来也巧，苏珊和道哥结束旅行返程的途中，刚好驱车路过接收胡安的慈善医疗机构。苏珊此前打听到，医院的其他昏迷患者因家属无法承受无底洞般的治疗费用，也都被陆续送来了这里。苏珊鬼使神差地让丈夫停下车，而后走进这家慈善医疗机构，想要问问胡安有没有苏醒的迹象，结果被值班的护士告知，这里只有每周2才对外开放，平时不允许外人进入。苏珊只好悻悻地告辞离开。望着苏珊离去的背影，值班护士眼神中露出一种警惕的神色。第2天上午，苏珊结束停职，回到医院上班。当她刚做完1台手术，正在休息的时候，医院的一名清洁大叔主动找来，神色诡秘地低声告诉她，自己了解医院昏迷事件的一些内情。如果苏珊想要知道，可以在今晚下班之后前往医院地下1层的设备间找自己面谈。而清洁大叔和苏珊的交谈刚好被麻醉科主任乔医生看见。苏珊和乔医生冷冷地相互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说话。傍晚下班时分，苏珊安排完手头工作，准备前往设备间去见清洁大叔。此时的清洁大叔正在设备间默默拖地，全然没有察觉到一名神秘男子正在向他逼近。对方的衣服上印有医院物资的字样，像是这家医院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趁着清洁大叔没注意，神秘男子将一桶洗拖把的脏水全都泼到了他的身上。清洁大叔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又被神秘男子推了一把，随即踉踉跄跄地撞向了身旁的高压电闸，电流瞬间贯穿了清洁大叔湿漉漉的身体。等到苏珊赶到设备间时，对方已然触电身亡，对其下手的神秘男子则早就不知所终。苏珊慌忙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在勘察完现场后认定是清洁大叔自己撞翻水桶淋湿了身体，然后又不慎摔在了裸露的高压电闸上，导致意外触电身亡。苏珊自然不相信警方的草率结论，她怀疑清洁大叔的死和麻醉科主任乔医生有关，却又拿不出实际证据，向警方说出自己的怀疑。等到警方离开之后，苏珊再次独自来到设备间四下搜寻，并很快在一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固定在一根柱子上的一氧化碳铁罐，罐口连着一根细长的软管，顺着软管延伸的方向，苏珊爬向通风管道的扶梯，最后一路来到了8号手术室的天花板上方。结果看到软管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转换装置，只要启动这个转换装置，就能将铁罐里的一氧化碳注入8号手术室的供氧设备。苏珊终于明白过来，自己此前和丈夫道哥检查8号手术室的供氧设备时，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转换装置在没有启动时，供氧设备便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只有幕后黑手在启动转换装置时，才会导致供氧设备异常，使得正在接受手术的患者因吸入一氧化碳陷入昏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操控转换装置的幕后黑手应该就是麻醉科主任乔医生。随后，苏珊趁着乔医生下班的时机，悄悄潜入他的办公室，翻看了除娜娜和胡安之外其他10名昏迷患者的病历。果不其然，这些患者全都是在8号手术室做的手术。苏珊赶忙重新放好病历，离开了乔医生的办公室，并打算尽快回家，将最新的发现告诉丈夫道哥。谁知她还没来得及走出医院，就遭到那名袭击清洁大叔的神秘男子追杀。苏珊慌不择路，躲进医院的停尸房，然后躺到一张空置的停尸床上，再将白布盖在自己身上，假扮成一具尸体。神秘男子随即追进停尸房，此时的停尸房内停放着几十具冷冰冰的尸体。神秘男子似乎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但他仍然强打精神，开始挨个检查尸体，想要从中找出苏珊。苏珊趁此机会躲开神秘男子的视线，偷偷起身下床，最后蹑手蹑脚地逃离了停尸房。回到家后，惊魂未定的苏珊向丈夫道哥哭着讲述了今天的可怕遭遇。道哥见妻子的情绪濒临崩溃，劝她好好睡一觉再说。等苏珊入睡之后，道哥独自来到客厅，拨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声称苏珊已回到家中，让电话那头的人也不用太过担心。结果被装睡的苏珊全都听到。其实道哥一再阻止苏珊调查昏迷事件，已让苏珊对其产生了疑心。
现在又听到丈夫的这通可疑电话，苏珊更不敢待在家里，于是悄悄逃离了家门，并找了家旅馆暂时住下。第二天是周二，苏珊没有再去上班，而是来到那家收留昏迷患者的慈善机构。这家机构的值班护士曾说过，机构只有每周二对外开放，而且苏珊总感觉这家慈善机构跟医院的昏迷事件脱不了干系。当苏珊赶到慈善机构时，刚好遇见一群医疗工作者来此参观。苏珊趁机混入人群中，进入了慈善机构内部。昨天接待苏珊的那名值班护士，随后将众人领进了一个诡异的房间。昏迷患者们此刻全都被数根钢丝贯穿身体，悬躺在房间内，看上去像一只只的提线木偶。值班护士向众人介绍称，将昏迷患者悬在半空，他们就不会因久卧而生出褥疮。这样一来，护理人员便会节省出大量时间。此外，昏迷患者的身上还连接着营养输管，护理人员可以随时为他们输送所需的营养。苏珊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更让她感到不安的是，胡安并不在这个房间里。趁着值班护士领着医疗工作者们四处参观之际，苏珊悄然离开队伍，摸进了一间更衣室，然后换了套工作服，冒充工作人员，进入了写有参观者禁止进入的办公区域。经过一番搜寻，苏珊在一间手术室里找到了胡安。不过此时的胡安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两名医生正在忙活摘取他的内脏。从两人的对话中，苏珊终于拼凑出了昏迷事件的全部真相。原来苏珊任职的医院里确实有人暗中向8号手术室的供氧设备内灌入一氧化碳气体，制造了多起手术患者的脑死亡案例。事后，这个幕后黑手又将负担不起巨额医疗费用的昏迷患者转移到了这家所谓的慈善机构，再由慈善机构摘下昏迷患者的器官送往黑市售卖。很明显，这是一起规模庞大的团伙作案。犯罪团伙挑选的对象大多都是身体健康且社会关系简单的年轻人，比如娜娜和胡安。娜娜父母早亡，又跟丈夫的感情破裂，才决定打掉肚里的孩子。胡安则更是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苏珊在搞清楚真相后，不敢在慈善机构逗留，慌忙向出口处奔去，结果在走廊里撞上了一名巡逻保安。保安见苏珊形迹可疑，当即呼叫了支援。苏珊在情急之下躲进了2楼的一间手术室，手术室里躺着一具被掏空内脏的尸体，好在没有医护人员。眼见好几名保安闻讯赶来，堵在了手术室门口。苏珊强作冷静，然后抄起一把椅子，砸碎了手术室后面的玻璃窗。等到保安们破门而入时，见手术室的窗玻璃被砸破，苏珊已不知去向。保安们以为苏珊破窗跳下2楼，赶忙转到楼下搜寻。殊不知，苏珊并没有从窗户跳下，而是声东击西，爬上了手术室天花板的通风管道，然后从通风管道爬入一间空置的房间，接着又辗转来到地下车库，最后趴在一辆运送器官的救护车车顶，远离了是非之地。安全脱险之后，苏珊没有选择立即报警，而是径直来到自己供职的医院，找到最信任的领导，也就是外科科室的主任老白，将全部真相如实相告。老白听完后大为惊恐，他一边用言语安抚苏珊的情绪，一边递给她一杯水。苏珊接过水杯后一饮而尽，结果下一秒就感到意识模糊，腹部传来一阵剧痛。趁着她尚未昏迷之际，老白向其坦白了一切。原来在医院里制造昏迷事件的幕后黑手，既不是麻醉科的乔医生，也不是苏珊的丈夫道哥，而是眼前的这个老白。不过昨晚道哥的那通电话的确是打给老白的，道哥始终不相信妻子的话，甚至认为他精神出了问题，这才打电话向老白求助。老白在电话里假模假样的说了几句关心苏珊的话，但实际上他早就想寻找机会除掉对昏迷事件揪住不放的苏珊。坦白完罪行后，老白叫来护士，谎称苏珊突发急性阑尾炎，自己需要马上给其动手术。不仅如此，他还找来苏珊的丈夫道哥给自己当副手。老白的盘算是在道哥面前将苏珊变成植物人，只要道哥看不出其中的猫腻，并在事后给他作证，那么他将轻松逃过院方的调查。尚未陷入昏迷的苏珊见到丈夫后，拼尽全力想要呼救，可惜始终发不出声音。就在苏珊陷入绝望之际，转机不期而至。老白坚持要在8号手术室给苏珊动手术，可是此时的8号手术室已被占用，老白却执意要等这间手术室空出来后再为苏珊动刀。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道哥的怀疑，趁着手术尚未开始的时机，道哥借口上厕所来到地下设备间，然后依照苏珊此前的描述，很快找到了那只装有一氧化碳的铁罐，接着又顺着连接铁罐的软管
发现了转换装置，并当机立断将之破坏。与此同时，8号手术室空了出来。老白担心夜长梦多，没等道哥回来，就给苏珊做完了手术。手术结束后，老白偷偷按下遥控器，想要启动转换装置，让苏珊吸入一氧化碳，陷入昏迷。但由于道哥及时破坏了转换装置，苏珊没过多久就自然醒来，被护士推出了手术室。而此时的道哥已经带着2名警察等在了手术室门口。老白在看到警察后彻底慌了手脚，电影至此也就落下了帷幕。本期的故事来自于1978年上映的好莱坞惊悚悬疑片《昏迷》。据说本片是最早引进国内的外语片之一，跟我们此前解说过的阿姆斯特丹的水鬼、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以及尚未解说的红海魔影、蝙蝠等影片一样，本片也是很多70、80、90后的童年阴影。尽管年代久远，这个题材即使放在今时今日的全球范围内，似乎也不过时。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让甜橙的声音长期陪伴您吃饭、开车、睡觉、洗澡、化妆、做家务。下期见。